Hello，大家好。看到今天的画面呢，是你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手上有很多布料的样品，他就问你说，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所以现在就是凭你的纯粹很个人的感觉，你觉得哪一个是你觉得看那块布料呢，会觉得好像还可以啊？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要买或者是要用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接受的，所以就选一个你觉得你自己看起来比较顺眼的，选好了吗？然后这个是一，这个是二，这个是三，这个是四，这个是五，所以总共有5块布料。现在用你自己个人的感觉去选一块你觉得就是看起来顺眼，然后你自己也会喜欢的布料。如果说你选到的是这个第一块的话，代表其实你呢有没有好相处跟对方的位阶有点关系。比如说这个人是你要合作的客户，那你就觉得要合作要相处，然后又是跟公司有关系的，那我怎么可能会怠慢他？所以你会依照对方的位置。那如果说这个人其实他就是楼下的管理员，然后或者是你会觉得他好像跟你实际上不会有太多的利害关系跟关联，你就会展现出真实的自己。比如说你只是去买一杯咖啡，那个店员跟你也没有什么关联，他只是刚好在那边打工，只是刚好在那边工作。也许过了半年之后，或甚至下个月之后，他可能就是要离开学校，他就直接离开了这间咖啡店。所以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时候呢，到底该跟他保持什么样的互动。如果说在那个场合、那个环境，你不需要去扮演一个好相处的人或角色的话，你就会保持真实的自己。其实这也没有对跟错，因为大部分人如果永远都要戴一张面具相处，其实大家也感觉出来，也会知道很累。因为我跟你讲话，永远要保持就是友善，然后不可以把私人的情绪带出来，也是蛮累的。所以基本上你是会看状况，去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相处，或者是很自己表达自己的人。接下来如果选到这一块布料，代表其实你非常的好相处，你已经好相处到有点把所有的责任跟压力都往自己身上堆。就是比如说你明明就是不喜欢这个人，可是你就会变得很像有服务业的那个特性跟个性跑出来，你就会不喜欢他还是很和颜悦色的跟他讲话，然后不喜欢他还是会跟他一起朋友一群人在揪，或者是刚好同一个环境同一个团体有需要一起出门，你还是会去，有点像是委屈自己去让这个关系呢看起来好像是很和谐很团结的，但实际上你心里面非常知道你很讨厌，这真的是很讨厌，可是很讨厌又要去做，所以你自己也很矛盾。那可是其实你非常累哦，因为其实你没有喜欢参加那个社群或者是那个团体的活动的话，你还勉强自己去参加的话，就是无异于就是你是在让自己的压力一直累积，那这样一直累积对身体其实不是很好。那这边是其实是建议说，如果你觉得参加这个活动、这个团体，其实你是很累的，那请你就是找一些方式，渐渐的先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的累，不要每次活动都参加。你可以有10个活动参加1、2个就好，你不用每次都参加，可是每次又不开心，那这样真的是非常累人。就是想想看，你的能量还有你的心力这些，全部都要耗损在你不喜欢的活动，还有跟没有那么喜欢的人去应对的时候，其实真的蛮累的。那有时候你可以其实去找一些跟你可能频率磁场比较近的然后相处聊天的时候也比较真的开心的，这样反而可以让你这生活上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对你真的比较有帮助。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好相处到把自己搞得太累的一个人。接下来如果选到这个的话，代表其实你没有那么好相处，但是你的没有那么好相处，其实跟家里面的环境有点关系。可能你从小到大已经看习惯家人讲话就是唇枪舌战，就是很酸呐、就是说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这种想法，我真的是觉得蛮特别的，就是那种话中有话，或者是看起来好像是在称赞你，其实是在亏你这种。可是那种亏又不是说很像小朋友或者是好朋友在开玩笑说你是笨蛋那种开玩笑的，可他是
比较有一点尖酸刻薄，跟一种在挖苦你的那个味道。所以其实你小时候跟在你的童年成长环境就会接收到这种讯息，或者是这种环境去影响到你的跟其他人相处的方式。所以其实实际上你会没有那么好相处，有时候你可能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往心里面小时候过去的回忆里面去追溯一下，说是不是你已经习惯去用这种挖苦人，或者是让人家觉得没有那么舒服的方式去应对。就是通常其实比较成熟一点，或者是说比较见过多一点世面的人，他们其实很清楚的知道要在社会上不要得罪人的方式，就是开玩笑时候都开自己，比如说啊，我最近又吃胖了，就是不好意思啊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我害的。就是他们通常你在社会上有点历练的人，他们会把所有的过错跟一些小小的，就是让大家不要场面太难堪，比如说玻璃杯掉了，他可能就会开玩笑说啊，真的是我太耀眼，所以你玻璃杯掉下去，大家笑一笑，就是不要让当事人觉得难堪的一种方式。可是其实要达到这个境界有点难度，你必须要有成熟度，就是知道说，我可以自己调侃自己是没关系的，我不会心里面过不去。如果可以帮助这个环境的气氛比较好，或者是帮助当事人不要那么尴尬，或者是让他可以好过一点，其实那就是值得。如果要有那个成熟度，其实有一部分的人其实是可以做到的。那如果对你自己而言，你会觉得目前没办法做到，真的是在公众场合调侃自己，或者是让别人真的是可以从那个状况中解除，还没有到达这个办法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首先你可以先去回溯一下，是不是有什么过去让你觉得是不舒服，但是你把它埋起来，就是其实你应该要去好好的整理过去的回忆，让你不舒服的那一块。可是你没有去整理的话，有时候你在无意间，在现在你会在讲话的过程中会无意间伤到人，那所以你其实好不好相处，跟你有没有处理过去你的回忆那一块是有蛮大的关联的。接下来如果你选到这个的话，其实你是一个蛮喜欢照顾人的人，就是你会无意识的就会想说，这个人有什么新来的人吗？需要帮忙吗？新来的同学吗？需要帮忙吗？然后新来这个环境，现在这个部门的人有没有需要帮忙呢？你就是会主动去关怀对方的那一种。那其实这样是很好的，因为其实主动去关怀人家，人家就会对你有好的印象，然后同时也会觉得你这个人真的不错，就是蛮好相处的。所以其实大家一般你的同事啊、你的朋友都会觉得，你是一个照顾人、会去关心人的人。但是有时候你在照顾人的时候，会分寸上面要是没有拿捏好，可能会害人家不小心喜欢上你，或者是误会你的意思。比如说，他以为你照顾他是有进一步想要发展，但是其实不是哦。其实你是不管10个人来或30个人来，你都是这样照顾人家。所以，这是你的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要让你的伴侣或者是让你的朋友知道说，其实你不是那个意思，你只是纯粹就是天生就是热心，想要去帮助人家，所以真的没有要到处就是这边沾一点，那边碰一下，没有这个意思，纯粹就是要关心。那这个分寸的拿捏也是你目前可能需要学习的一个课题，就是要如何在关心人家的时候又不会让人家误会。但是有的人很奇妙，我知道有的人他就是不管你对他是好朋友还是真的有暧昧，他其实感觉不大出来，很像那个雷达有点需要维修，就是他那个雷达没办法去侦测你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好朋友吗，还是说这句话是另外有含义呢？那所以这个有时候就不是你的问题了，其实这个就是当事人他是怎么解读，跟你自己在表达的时候可能手法上就是要就是有点像是点到为止。比如说你现在帮他说大概环境认识，你就说有问题其实也不可以，就是不是也不可以，就是你有问题其实也可以不只问我，还有谁谁谁谁谁谁都很热心，就是去让对方知道说其实你现在只是先代替大家出来，就是让你认识环境或者是了解这个规则。那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其他人也很乐意的去帮助。那其实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比较不会让自己处在一个尴尬跟麻烦的状况里面。接下来如果选到这个的话，其实外面的人一般人其实一定觉得你超难相处的，原因是因为你还蛮严肃的。所以其实你严肃不是不好哦，严肃代表你有自己的想法，那你有自己的想法代表你知道规则在哪里，然后你也知道说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跟人家交朋友，一开始不熟就有人扑向你而来，那种人一定要小心。其实这些观念都没有错，
但是现在问题是出在说，你一开始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严肃嘛，所以有时候其实一开始你在交朋友就比较吃亏，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好像不喜欢讲话，你好像就是比较喜欢静静的坐在那里，或者是跟认识的人聊天而已，所以是不是我们没办法打入你那个圈子，所以他就会避开你。那有时候有些人其实他跟你频率是合的，比如说你们理念是一样的，都会觉得说要爱护地球这样子。可是那个人可能他原本可以跟你聊得很开心，但是因为看到你真的是看起来好像太严肃了，他就会避开掉。那你这样子就是无形中你就损失了认识一个好朋友的机会。那建议如果你希望让人家觉得相处起来应该是还 OK，尽量带一点笑容在身上，就是让人觉得，这个人至少他看起来是心情愉快的啊，他不会说因为就是摆臭脸，代表说他可能不想让人家靠近他，至少人家看到你的时候觉得，你都是笑笑的，代表说我应该是跟你聊天，也不会有吃闭门羹或者是就是有臭脸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就是让大家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好相处，而且其实如果说不要只看外表，看你的内在，其实你是一个还不错，就是朋友有难你会去帮，然后真的有事情的时候你会出来，不会只是一直讲一直嘴炮说啊就是这样用就好啦，那个给谁弄啊，就是你不是那种人，你是就是真的把对方当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尽自己的一切的力量去帮对方。所以其实你是很适合当人家那种很久，比如说10年啊、5年啊、20年那种知心好友的那个人选之一。那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测这个题目，希望大家会喜欢咯。